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比特币能涨到20万美元吗？8天之前跟大家提到，全球流动性指数4年一次黄金交叉，比特币4年的大机遇，因为全世界印钞机在加速，所以这一次交易群50K 到60K 左右，有在一起做多的利润一大堆，很多朋友都在关心，那顶部到底会涨到哪里？以及前1-2年坚定看涨的利润，目前也是继续抱住，因为很多政府的印钞速度根本停不下来。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包括短线哦。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另外，如果您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个人推崇可以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每笔手续费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前面1-2个星期有跟大家提醒，下方的这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数就是这一条橙色的线，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如果我们叠加上这一条红色的100 EMA 均线，可以观察一下，它是事隔4年的时间在这个位置，流动性指数在上升，有可能就会助推比特币上涨。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就是这一个流动性指数黄金交叉这条红色100的 EMA 均线，上一次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当时这个位置，也是黄金交叉，后面比特币呈现这种抛物线的上涨，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在2016年的这个位置，也是这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数交叉这一条红色的线，后面比特币在2016年到2017年也是呈现这种抛物线的上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的比特币这一个指数已经是在黄金交叉，那我估计应该也是会呈抛物线的上涨，等下来计算会不会达到20万美元？因为昨天有跟大家提到，我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会重启 QE， 但是大陆政府目前 M2 货币供应量总量是已经达到305万亿人民币，然后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10年之前它的总量只有99万亿人民币，10年的时间多印了200万亿的人民币，如果换算成美元的话，按期的汇率差不多28万亿美元，等于是打印了接近4个美联储。不过这个比喻不恰当因为美联储并不包括所有的美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的这个数据也就是中国大陆 M2 货币供应量，截止到2024年的8月份，目前整个总量是305万亿人民币。如果按期的汇率计算，等于是目前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差不多是44万亿美元。那我们要想一下，美元的 M2 货币供应量是多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 M2 货币供应量，截止到2024年6月份，目前美元的 M2 货币供应量全部只有21万亿美元，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目前的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等于是可以买下2个美国。当然我只计算美元，就是整个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它可以买下2个美元的货币供应量。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是有多可怕的事情。包括之前也是有看到一些报道，中国的 M2 货币供应量，第一个100万亿人民币它是用了57年的时间，第二个100万亿也就是达到200万亿人民币的时候是用了7年的时间，然后第三个10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突破300万亿的时间，它是只用了4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回到图表，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东西，他们却凭空答应。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还是来拥抱比特币包括也是有看到网上的一些数据，美国加欧元区加英国的 M2 货币供应总量总和只有41万亿美元，那等于是人民币可以买下美国还有欧元区还有英国的所有货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周线的图表，或者是现在全球流动性泛滥，资金后面有可能印钞速度会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因为经济有问题，
只能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来促进消费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这一次牛市有没有可能会超过20万美元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流动性指数开始上升，后面比特币我们就参考它突破历史新高的位置，2017年当时的这个位置，在2020年这里嘛，它不是突破历史新高，也就是 all time high。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从这个位置上去是再涨了几倍啊？到 69K 的高点是涨幅超过250%，接近250%。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2016年、2017年的这个位置，流动性指数开始上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前面的历史新高是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在这个位置突破历史新高，空间是涨幅超过10倍啊。所以我们回到现在的比特币啊，那我们参考之前的历史新高是在2021年的这个位置 69K 嘛，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如果涨个3倍，大约200%，有没有可能会不会达到就是20万美元啊？所以这个空间20万美元，包括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报道，渣打银行也是有评论，有可能2025年比特币会至少涨到20万美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现在发现比特币的日线好像也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哦，就是之前的这个位置盘整区很像是一个左肩的结构，然后跌到 53K 附近算是一个头，以及上一次比特币这一根大涨后面连续洗了3根，这个位置是一个上升三法，就是这个位置很像是一个右肩的结构，现在是突破。那短期昨天有跟大家聊到，有可能比特币这个位置还是在盘整，因为从这一根螺旋的 K 线看出来，这个位置是有多空分歧的。特别是如果这一次你没有听我建议，如果是空方的朋友，那有些朋友是问我要买的话要怎么应对哦。我的观点是你只能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仓位，要留一部分资金去防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又跌到这一条颈线，来确认这一条颈线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之前 Discord 社群上面比特币这一个小组哦，当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之前为什么 56K 附近去通知朋友们做多，这笔记录我是都没有编辑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4个小时也是有发现，这边也是一个头肩底的形态，后面是很肯定应该是会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突破完以后是当时这个位置，就是已经突破完以后，价格是又跌回到就是这一个颈线的支撑，来确认这个颈线是不是有效突破。所以后面也是在 58K 左右交易群上面再艾特朋友们 58K 左右可以去做多，而且止损1%是没有跌破。所以这些记录我是没有编辑过，如果有编辑过的话，这边会显示已经编辑过。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盘整。如果真的有资金的朋友，你要留一部分去防啊，它会不会又回踩这一个颈线来确认？这个支撑位大约是在$60,500附近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也有可能不一定会回撤，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 KD 指标，KD 指标是在80上方强势的一个钝化区。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更早之前的一些位置，比如比特币在2024年的1到2月份，当时这个位置 KD 指标也是来到80上方，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有大幅的回撤嘛，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当时在我记得是很清楚啊，2023年初的时候，当时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也是 KD 指标在80上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上涨，1天、2天、3天、4天，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一直往上涨，它根本就不想回撤。什么时候有可能会回撤？那我们去留一下，如果 KD 指标来到80以内，那后面我们要小心，有可能会有这种回撤。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的比特币，我的观点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啊，或者是留一部分去观察一下，后面如果这个 KD 指标它如果回到80以内，那我们要去留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中线的回撤，或者是下一步再找机会看有没有点位。最后感谢大家收看电我吗？